正在卧室打游戏的你，脑海里传来了系统的提示音：恭喜您绑定24小时神豪系统，从现在开始，您的任何消费都会10倍返现，24小时后系统自动解绑。你的脑海中出现了一个倒计时，此刻你的大脑开始高速运转，10倍返利，自己的全部家当只有2000块出头，你直接给自己充了2000元话费。下一刻，手机银行就推送了一条消息：您的商业银行储蓄卡转入2万元，余额20024元。果然有效，你欣喜若狂。想刷钱其实很简单，你二话不说，先给好友林泽言转过去，2万块钱瞬间返利20万。林泽言发来一个问号，但你根本没空理他。你继续给林泽言转账20万，立刻返现200万。下一刻，林泽言直接打来了电话。我操，你什么情况啊？22万，你干啥了？哪来这么多钱？你别管那么多了，之前不是借了你1万吗？现在还钱呢，我这会儿还忙着，回头再说。谁他妈借1万还22万的？高利贷都没这么狠的，你搞什么？你手速飞快的挨个还款。你其实也想大额消费快速返现，但是一个普通人平时根本没有那么多大额消费的渠道，必须先把基础刷起来，才能有资本进行下一步。返现这件事过后再给你解释。对了，你不是负债有10几万吗？去还款，别磨叽了。行，我先去还款，等你有空了给我打电话。说完，他就挂断了电话。短短3分钟，你就把所有的网贷和信用卡全部还清，200万还进去30万，返利300万。此时你的银行卡里足有470万，好友就这么一个，其他人都是狐朋狗友，不值得自己帮一把。眼下也没有什么值得刷的东西，你决定要去高消费场所。你以平生最快的速度下来，打了一辆出租车。师傅，去建设路的法拉利店。有钱了自然是要买房买车，这样的大额消费返利更快。在出租车上，你快速下载了各种直播平台，你也不看那些主播，上去先给第一个平台充了400万，瞬间返利4000万。你毫不犹豫又充了600万进去，返利6000万。此时你的银行卡里躺着9470万，你也不敢在一个平台充太多，恐怕引起注意。你如法炮制，在其他平台也各自充进去1000万，返利成功。师傅，我现在很着急，你用最快速度赶过去，我给你转5000，如何？坐稳了，今天就让你见识一下什么叫秋名山车神。下一刻车子瞬间提速，你也立刻扫了5000块钱，返利5万。就这么短短不到半小时，你已经刷了接近3个亿。对普通人来说，3个亿完全可以躺平了，但是你并不满足，你现在的目标就连自己也不知道是什么。大约20来分钟就来到了法拉利店门口。先生您好，欢迎光临法拉利销售中心，请问您有提前看好的车型吗？没有，不过你可以简单介绍一下目前的车子，我马上就刷。女销售看了一眼你的打扮，一身衣服上下加起来也不过1000多块钱。先生可以看一下这边的车子，这是法拉利612，目前报价570万。不用那么详细，就这个，刷卡，然后再给我找几辆，我全部都要了。女销售咽了口唾沫，看着你的样子心想，这破天的富贵，今天也轮到我了。这里有没有法拉利812、法拉利 F12、法拉利599、法拉利488、法拉利 F90、法拉利458、法拉利 FF 这些车型？先生，这里目前不一定全部有，有些需要从别的地方调配。我刚才报的加上这个612，一共8辆，选配我就不看了，直接全部选高配，颜色主打红黑色，你直接给我报价就行了。一共多少钱？麻烦动作快一点，我比较着急。女销售二话不说，立刻拿来一个计算器，噼里啪啪的按了起来。车的价格都是裸车价，但落地还有选配、保险等各种费用，最终全部车辆共计5350万。你卡里接近3个亿，没那么多时间一个一个刷。就这样了，再来4套一样的，一共5套。女销售已经彻底懵了，她不是没见过买法拉利的人，但是像你这样跟买大白菜一样的买豪车，就相当恐怖了。有没有拉法？先生，拉法是限量款，全球已经售罄。你也有些遗憾，看来是买不到这辆了。刷卡。按理来说，这样的普通银行卡每天的消费额度都是有限的，但在系统能一根手指头摁住这个世界规则的威力下，这条规则被轻松拿捏了。随着一声刷卡成功，女销售看向你的眼神都拉丝了。法拉利这种豪车，每天的顾客真的很少，所以没事干的女销售几乎全都围了过来，恨不得能和这位富二代亲密接触一下。你一身普通衣服，在他们眼中也成了低调的代名词。2个多亿刷出去，瞬间返利26亿7000万，算上之前剩下的，你现在足有接近27亿的现金，一共40辆车，你挨个签字，一众销售就围在你身边，就连经理也跑来给你端茶倒水，点头哈腰，伺候自己亲爹都没这么勤。顾先生，我再次提醒您一下，这些车辆全部交付需要半年左右的时间。没关系，到一辆给我送一辆就行了，我可以等。听到这话，女销售松了口气，这一次2个多亿的单子，光提成有多少，她都不敢想。就算给人家当个情人，随便给一点都够自己这辈子荣华富贵了。如果是以前，你当然很有兴趣和这些美女们交流一下，但眼下只有24小时，已经过去了1个多小时，你根本来不及考虑那么多。任何美女在这个阶段都得靠边站。帮我点一下，按免提。好的。
您好，请问是顾先生吗？是我，您是哪位？您好，顾先生，我是商业银行的行长秦远山。您刚才在我行的储蓄卡有一笔海外转账记录，有26亿，是大额转账。您在我行的存款金额巨大，我行现在很荣幸邀请您成为我行尊贵的 VIP 客户，为您带来许多的便利和帮助。26亿，虽然你的电话只是普通模式，但通话声音却清楚地让现场每一个人听到。从经理到女销售全部傻眼，这是多少钱？尤其是给你介绍车辆的那位，刚才还觉得2个多亿就很恐怖，现在听到这20多个亿更是震惊。而对于升级 VIP 这件事，你更在意的是银行的力量。秦行长你好， VIP 的事情先不说，我想请秦行长帮我个忙。顾先生您吩咐就好，别这么客气。我想买房子，要么大平层，要么豪宅，不知道秦行长有没有这方面的关系？现在就要，不止一套，合适的话马上就可以付款。顾先生，请等我几分钟，我马上为您联系一下。挂断电话以后，旁边的一众女销售大气都不敢出。如果你只有几个亿，他们还敢幻想嫁入豪门，但是现在你有几十个亿，甚至还只是一部分，这就不是他们能触摸的层次了。现在有没有哪辆是现车能开走的？顾先生，您给所有的车辆都选配了，最快也要今天下午3点。行，下午3点不管哪个车弄好了，立刻给我打电话。另外帮我加满油，还有牌照的话随便上，普通牌照就行了。我还有事，先走了。在经理和一众销售的热情簇拥下，你离开了店面。刚出店面就接到了秦远山的电话。顾先生您好，我刚才帮您联系了一下，目前有很多人都愿意出售。您看您的意思是？咱们银行在哪里？你帮我预约一下。现在马上中午12点了，如果可以，我希望下午3点在贵行见到他们。顾先生，能为您这样的贵宾服务，也是我行的荣幸。我立刻帮您预约他们。那就劳烦秦行长了。对了，秦行长是否认识一些私人游艇、私人飞机这些制造厂或者销售厂家？顾先生请放心，我们商业银行有很高端的贵宾服务，您的需求我们都可以满足。既然这样，那请秦行长一起帮忙安排预约一下，我下午一起见吧。预约的是下午，但这中间你还要去其他家买车，继续刷钱。幸好这条街就有其他的豪车品牌店，不过500米你就走进了一家保时捷销售店，还没来得及张口，立刻就有经理带着一群销售迎接了上来。顾先生您好，我是这里的经理苏婉晴，欢迎您光临保时捷。你并不知道，就在你出门接电话的这2分钟里，法拉利店的销售已经把这件事发到了群里。现在整条街的豪车品牌店都知道，这里来了个超级富豪，豪至接近3个亿，购买了法拉利的7款车型，每种5辆。看不懂，根本看不懂这位大哥的操作，谁家有钱人这么买车呀？我想问一下，这里有没有保时捷911、保时捷918、保时捷 Carrera GT？ 顾先生，我们这里的车型没有这么多现货，需要给您调配。好，直接安排，所有的选配全部按最合适的颜色搭配，配置直接最高就行，不用问我。顾先生您好，这些车按照您的选配全部落地，一共是5000万，其中2款918不同型号，还有1款911和1款 Carrera GT， 全部5套，同样配置。你二话不说，摸出银行卡刷卡，总共不到1小时，你就在一群莺莺燕燕的围绕中离开了保时捷店。200米以后，你来到了兰博基尼店，一模一样的操作再次上演。最终你挑选了兰博基尼 Revante、兰博基尼 Aventador、兰博基尼 Murcielago， 这3款车落地总价接近4000万，仍然是5套，一共2个亿，最终49亿变成47亿，然后返利20亿，总额变成了67亿2000万。老规矩，签合同走人，其他事情没空理会。最后就是玛莎拉蒂店了。玛莎拉蒂总裁，玛莎拉蒂 MC20， 玛莎拉蒂 Gran Cabrio， 玛莎拉蒂酷邦，玛莎拉蒂 Gran Turismo， 落地总计才1500万，你大手一挥，5套照旧，共7500万，返利7亿5000万，你的金额已经刷到了74亿。接近3点的时候，你来到了商业银行门口，随手拿起电话拨了过去。1分钟不到，里面快步走过来一个40来岁的中年人。顾先生您好，我是商业银行的行长秦远山，欢迎您的到来。秦行长客气了，不如我们进去说。秦远山看着你手里拿着还没吃完的汉堡。顾先生，要不咱们先吃个饭？不用了，我比较赶时间，算了吧。这样吧，我安排下面人马上去附近给您带一份饭，您看如何？行，简单一点就行了，麻烦了。不麻烦不麻烦。一边说着，2人一边走了进去。这次来的人比较多，因为你预约了不少人。秦远山亲自给你倒上茶水。顾先生，您预约的人都在这里了。简单介绍后，你环视一圈。很抱歉各位，以这样的方式把各位邀请过来，主要是我比较赶时间，所以干脆这样了。不过我相信在接下来的交谈中，各位会很满意的。大家都是商场老手了，自然不会因为这点事就生气。更何况来之前，秦远山就告诉了他们，这位可是超级富豪，现金流极其恐怖。首先是买房子，你对几人点点头。请几位把准备好的资料给我一下。7人立刻递上来之前就准备好资料，足足有30多套，大平层和别墅都有。你看得很快，主要是看环境和价格。这几家都是深城有名的楼盘，价格不菲，也不是普通人能买得起的。比如这里面的大平层，最便宜的也要20万1平米，最小的也有230平米以上。你足足花了1小时才将这些资料全部看完。
抬头一看，旁边已经放了一份快餐，是米饭和菜。你将资料放下。如果买各位的房子，有什么附带的优惠和福利吗？几人互相看了看，挨个说着自家房子的好。基本上各家给的都是免除3年各种物业费和水电暖气费，还有就是赠送车位以及赠送3年一共10次的全屋打扫。你大概算了一下，最便宜的一套大平层要4600万，而最贵的一套别墅竟然要8个亿，一共32套大平层和别墅，其中7套别墅，25套大平层，总计价格43亿。你手握74亿自然不怕，反而很高兴，毕竟这一次可是能直接返现430亿的。不过由于数额太大，系统会分批次给你。由于来得匆忙，他们只准备了房屋别墅的资料，也没想着一次就能谈成。谁能想到眼前居然有这么一位人物，看了图片就下单，合同他们都没带，但是没关系，一个电话过去，立刻就有人快速送来。接着你又看向旁边的3家游艇代表商，各位可有资料？3人立刻拿出来资料，双手客气地放在你的身前。这3艘我都很喜欢，我都要了，另外我还要定制1艘。顾先生放心，没有我们做不出来的。你满意地点头，然后快速说着自己的要求。半小时以后，要求比较难，你们3家竞争一下，看看谁能接下这个单子。这时候房产的合同也拿来了，你立刻开始签字，同时给3家游艇商一些时间。不仅如此，你又接过了飞机商的资料，看了几家的资料，你皱了皱眉。说实话，你不是很买，但是这个也没办法，因为私人飞机的成本很大，一般是没有存货的，都是预定。你当即说起了自己的要求条件，让几人去联系他们背后的生产商。私人飞机的要求也很多，你一边说，众人一边记，之后都是快速和背后厂商联系。旁边的秦远山看得如梦如幻。说实话，作为一个银行行长，秦远山自认为自己是见多识广了，但他觉得自己今天才算是长了见识。去菜市场买菜都还要询问一下价格呢，你买这么贵的东西，就好像随便买了一颗白菜一样。签字完以后，游艇商这边也出了结果，交给其中1家来给你定制。你要定制的私人游艇，整体价格高达25亿，就算放眼全世界，也是极其昂贵的那种。你直接将25个亿全部转过去。另外还有刚才看上的现成的3艘游艇，这3艘是4个亿。二话不说签合同刷卡，你的资金总量直奔722亿。而游艇的定制，这次对厂家也是一个挑战，因为你要定制的游艇，无论是大小还是配置，都是世界顶级的那种。幸好他们厂家也颇具实力，放眼国内也是1等1的，才能接下来这个大单子。做这种行业确实是3年不开张，开张吃3年，而你这一次25个亿花出去，直接返利250亿，你的流动资金已经相当庞大，搞定了买房和游艇的事情，接下来就是私人飞机了。几家航空公司在商议以后，最终由东航接下来这个单子。你的定制要求也是很高端复杂的，全部下来加急也需要1年半的时间才能交付，通常都是要3、4年，还要保证质量。但是你不在意，你在意的只是大额消费。按照国际顶级奢华的私人飞机标准定制，最终价格为35亿。全部签字刷卡以后，你的资金也终于冲破1000亿大关，一共1037亿。等众人离开以后，已经是晚上7点多。你揉了揉脑袋，说实话，从早上10点开始刷钱到现在，是真的累。光下午的思考谈判、签字就很累了。顾先生，看您也比较累了，不如这样，给我一个机会，我做东，请您吃个饭，休息一下。行，那就走吧。秦远山的姿态放得很低，他虽然是个行长，但也只是地方的。秦行长，卫生间在哪？我想去洗个手。秦远山立刻带你去了卫生间，看着你进去，他赶紧摸出电话，拨通出去。等你出来。顾先生，我们走吧。走吧。在秦远山的带领下，2人来到一家私厨。秦行长，我想问一下，有没有什么方面是比较花钱的？花钱？他微微思索之后，比如买一些名表、收藏艺术品、高端珠宝，都是比较大额的消费。还有吗？如果是花钱的话，那投资倒是花钱很快。秦行长，现在有没有比较缺投资的公司？我想看看，有机会的话，也许能扶持起来几个。顾先生，这方面就很多了。全国上下这么多公司，需要投资的各行各业，随随便便都能拉出来一大堆。既然这样的话，那秦行长可以帮我看一下，影视娱乐、网络传媒、医疗医药、教育培训这几个方面都可以，看看有没有缺投资的公司。当然公司也不能太差，否则万一没前途怎么办？这话当然是故意说的，你只要随便投资都是返利。顾先生放心，我一会儿吃完饭回去就给您联系。2人很快就达成了一致。我希望顾先生可以在我行存款。秦行长，鸡蛋不能放在同一个篮子里的道理你肯定懂，我的全部存款也不可能都放在这里，不过我可以保证，秦行长这里一定是最多的。投桃报李，人家老秦尽心尽力，这一点小忙你自然也就帮了。吃过饭后，大约已经9点多了。秦行长，联系的事情就麻烦你了。顾先生，哪里的话，这是我行的荣幸。对了，我还想买一栋大厦，不知道这边有没有哪家有出售意向？顾先生买一栋商业大厦，那价格确实不便宜。如果您想买的话，我得好好联系问一下，而且这个恐怕愿意出手的也不多。他眼睛转了转，忽然想到了什么。对了，顾先生，如果有刚建成还没投入使用的这种大厦，可以吗？可以，我安排装修改造就好了。您这么说，我倒是知道一个。是哪个？前几年有个公司在我行贷款，弄了个双子大楼，2栋楼在一起
里面做的挺复杂的，包含商业、办公、酒店、住宅等多个使用模块的设计。但是上个月刚刚交工，目前听说正在装修内部呢，就是具体进度不太清楚。我不要租，我直接要买。秦行长可以问问，如果合适我可以直接买下。秦远山点点头，然后拨通了电话。秦行长你好啊，这个点打电话是有什么重要事情吗？我今天给你打电话也是受人之托呀，想跟你问个事。受人之托？谁呀？什么事啊？你那2栋楼怎么样了？老秦，你是想问钱的事儿是吧？嗨，你放心，我这很快弄好了就可以用了，到时候租金就可以给你还款了，别急啊。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我是想问问你有没有打算出售啊？出售？哎，我这里有个很有实力的客户，本来还想说介绍一下，那你不卖就算了。哎，等等，很有实力，啥级别呀？具体我不跟你透露了，我只能说人家可以全款买你2栋楼。听了这话，陆总明显也犹豫了。2栋楼很贵，尤其是在申城这个寸土寸金的城市，想要靠租金赚回来，成本也需要时间，然后赚的钱还要给银行还款，等攒够钱进行下一阶段的计划，这中间也确实要不少时间。如果可以快速回笼资金，那倒是也挺好。这样吧，老秦，我明天约他们几个商量一下。陆总，对方跟我说了，如果你今晚能谈，他就要明天早上10点以前还能谈，过了10点他就找别家了。不是，老秦，你拿我开什么玩笑？谁买楼这么买的？一晚上就定，别逗了，没诚意。我只能告诉你，这位客户今天一天下来花了接近100亿的现金。听了这话，陆总迟疑了。100亿现金，别的不说，能拿出来100亿现金，那真的是有实力，对方也不至于跟自己开这个玩笑。但是为什么这么急呢？一晚上的时间能定？陆总心中满是疑惑，买楼哪有这么容易？都是观察比较，询问再三，最后谈判付个首付。这人这么不按常理出牌的吗？但是没办法，对方太有钱了。这样1小时以后我给你回电，行吧？好的。挂断电话以后，你揉了揉脑袋道：对了，还有投资的事，秦行长一块问问吧。我群发一下，看看有没有谁家缺投资的。你此刻有1000亿资产，也不能白白放着，总要拿出去再搞点返利。就算没有返利，投资也是不错的选择，说不定就赚了。信息刚发出去，甚至10秒钟都不到，秦远山的电话就响了。哎呀，这不是王总吗？有什么事啊？刚才我看到秦行的信息，不知道。我很确定的告诉你，这是真的，而且现在我们就在一起。这么晚了，去拜访太师里，明天一早想亲自拜访一下。秦远山看到你的示意，明天一早8点在我行的会议室，带上你的资料和合同。多谢秦行长，多谢秦行长。不到1小时的时间里，秦远山最少接了20多个电话，全是寻找合作和投资的，还有不少人电话都打不进来，直接给秦远山发消息。1小时以后，陆总的电话也来了。秦行长，我们几个商量了一下，大楼可以出售，但是之前已经签订了合约的，那我们没办法，只能让对方来解决了。你比了个没问题的手势。没问题，明天一早7点在我银行的会议室，带上全部资料和合同过来。2人又客气了几句，才挂了电话。看着手机的许多信息，秦远山苦笑一声：顾先生，这么多你确定吗？告诉他们，今晚有空的都可以找我，今晚没空的，明早9点以前，9点以后就不用来了，因为10点以后我还有别的事儿，没空再看了。虽然不知道你有什么事，但这不是他该问的。秦远山给众人发了消息以后，然后看了一下时间，不如咱们换个地方。秦远山很快就带着你来到一家私人会所门口。顾先生，这也是一个老板开的私人会所，里面洗浴、休息、按摩都很不错，也有安静的地方，等会儿正好谈事情。你在秦远山的带领下来到了666号房间。各位，这位就是顾先生，今晚的财神爷。顾先生好。尽管你年纪不大，但是在他们眼里，这可就是财神爷。你虽然对这方面懂得不多，但是部分行业的前景和未来，你也是看得出来的。比如医疗、教育这些行业是永远不可能倒下去的。最终你投资了大约有几十家公司和企业集团，加起来一共投资进去300亿。当然，你也获得了3000亿返利。一直到凌晨3、4点，各家代表才全部离去。你也难得的休息了一会儿，但是还没睡多久，秦远山就把你叫醒了。顾先生，我们该去银行了，还有约好的几个代表。顶着2个黑眼圈，你和秦远山很快来到了商业银行的会议室。陆总也带着秘书准备了一大堆的资料。你拿过资料，只看关键部分。我要了。你打算把这里发展成自己的大本营，自然不能存在租出去这种情况。而这2栋大楼，你以300亿的总价拿下，直接返利3000亿。除此以外，你再次在其他各个代表镇总计投资出去200亿。当9点50分的时候，你把所有合同签完，然后找了个理由来到卫生间。几分钟以后，你的脑海里传来了系统的提示音：24小时已到，系统将自动解绑，祝宿主开心愉快。你也知道，系统终究是留不住的。那就祝你一路顺风吧。
说完，系统如粒子般缓缓消失。你怅然地叹了口气，调整好自己的情绪，回到会议室。这一天24小时，在系统的帮助下，你一共刷到了8237亿。而且这些都是现金资产，随时可以拿出来花销。至于固定资产，那几十套别墅和大平层，还有上百辆豪车、私人飞机和私人游艇，更有近100家公司企业的投资账和那2栋大楼。就凭这些东西，你哪天真走到绝路了，把这些全卖了，还能有几百个亿。辛苦秦行长了，这边的事情忙完了，我还有别的事，就先走了。顾总事情多，忙也是应该的，我送您。辞别秦远山，你首先回到了自己的出租房，准备收拾一下东西。其实也没什么好收拾的，你给房东大叔打了个电话。刘叔，我准备退租了。小顾啊，最近是不是比较困难？这边房租不急，你先住着吧，发工资了再给就行。你去外面租房子，房价比这里更贵。不是的，刘叔，我买了房子以后就有自己的房子了。你小子看来是发财了呀。你收拾一下东西，回头钥匙放我那边门口就行了。说等会儿把剩下的钱给你发过去。好嘞，谢谢刘叔了。你终于算是忙完了，这才给林泽言拨了一个电话。我操，你他妈什么情况啊？我等你一天了，这电话才来。刚忙完。听你这语气很开心啊。那当然了，债务全清，你说呢？你他妈干啥了？这么多钱，还给我转了这么多。你的债还清了没？还清了，一共20万的债，现在就剩下2万了。那就行。不是，你告诉我这啥情况啊？我这20万咋还你啊？不急，你啥时候有了慢慢还就行，不还也行。牛逼？没什么，前几年我弄了点币，差点忘了，这2天倒了一下就有钱了。行，发达了挺好，以后好好攒钱吧，咱们都要想办法生活的。浪就行了，怕个鸡毛。呸！我要去好好赚钱了，滚吧你！你嘿嘿一笑，挂断了电话，来到一栋写字楼，你把车子停好。你之前只是个普通的社畜牛马，现在有钱了，自然要辞职。你直接找到自己的上司。李经理，我要辞职了。怎么了？我看你今天早上都没来上班，是出什么事了吗？没什么，就是以前买了点币，前几天卖了，所以准备辞职了。并没有什么曲折的矛盾，李经理很痛快的就答应了。接着你又和同事们都道别了一下，然后写了份辞职报告，上交了以后就离开了公司。然而没过几分钟，我操！你们知道我在楼下看到什么了吗？我看到顾北辰开着一辆法拉利。什么？法拉利？你轻松自在的开着车离开了。既然有了钱，你决定从此开始享受自己肆意的人生。首先去换一身装备。对于奢侈品这些消费，你并不太听说有些东西要买还要验资，很是麻烦。但是没关系，现在你是个有钱人，可以找专业的人帮你搞定，比如银行。你立刻拨通了秦远山的电话。秦行长，我想问一下，咱们银行和一些高端奢侈品有没有合作？顾先生请放心，在神州帝国这片大地上，我们商业银行几乎可以涉足任何方面。我现在想去买点奢侈品，我想让咱们行联系一下这些合作方，看看去哪里合适。这样吧，顾总，我给您安排一个我行里比较懂的人，他平时也和这些商家合作的多，他带您一起去，您看如何？没问题，我等你消息。挂断电话以后不到3分钟，一个陌生的电话就打过来。您好，请问是顾先生吗？没错，是我。尊贵的顾先生您好，我是申城商业银行秦行长为您安排的购物指导，昨天晚上吃饭我们见过的，我叫孟诗雨。原来是你啊。顾先生如果想买一些奢侈品的话，我推荐去国际万象城，这里的品牌比较全面，档次也很不错。行，那就去这里，正好我开车过去，顺路过银行的时候你跟我一起去吧。那太麻烦您了，我也很荣幸能帮助到您。有机会来了，白天刷100亿，2栋大楼300亿，能不能抓住就看今天了。今天早上在会议室里，他可是全程在旁边端茶倒水，帮忙打杂，一切都看得清清楚楚，但是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超级富豪。而你的出现让他看到了一丝机会，但是能不能拿下你，他没有半点把握。没过几分钟你就到了，你在他上车之前就已经打量过他了，此时上了车就在身旁，看得也更加清楚，身材很极品。察觉到你在打量自己，孟诗雨心下暗喜。你对那些奢侈品很了解？对，因为我这边的业务经常会和咱们申城很多奢侈品店合作，再加上我本人也比较喜欢这些，所以就了解的多一些。车子很快就来到了国际万象城，下了车以后，你一边走一边暗中打量着孟诗雨，约莫1.68米的身高，身材高挑，身形曼妙，穿上高跟鞋足有1.72米左右。而孟诗雨也暗中打量着你，穿着朴素，都是几百块的便宜货，不符合你超级富豪的身份，当然也许是低调。顾先生，您刚才说想买男装和腕表，那我推荐爱马仕、阿玛尼、杰尼亚都很不错，包含了商务和休闲2种风格，适合您这样年轻的成功人士。如果是选择腕表的话，可以选择百达翡丽、江诗丹顿等品牌。那行，
去看看杰尼亚的。理解，这是我们银行的贵宾顾先生。顾先生您好，欢迎您的光临，需要我帮您推荐一下吗？按照我的身材，拿4套衣服，2套商务，2套休闲。好的，顾先生，请您稍等。最终你当场就换了一套休闲装，当然你也不只是选了这一个牌子，还有爱马仕、迪奥、阿玛尼等几个牌子，总价花出去150万。衣服已经换好了，你还打算买一块表？连续看了好几款，你终于挑选出来自己想要的腕表，百达翡丽超级复杂功能式 G 系列6300G 减010腕表，当然价格也是不菲，足足3150万。你直接刷卡。旁边的孟诗雨羡慕不已，他也想过上奢华的生活，看着你挥金如土的样子，他沉醉其中。从百达翡丽店出来，看了看时间，这会儿都12点多了。附近有没有什么不错的饭店？正好请你吃个饭，就当你的辛苦费了。有没有推荐的？这边有一家西餐还挺不错的，就是价格挺贵的。那正好，走吧。西餐厅确实很贵，你大概看了一下菜单，随便点2份牛排都得几千块钱了。不过你就是为了体验富贵生活的，自然不会考虑价格，反正也不可能一顿饭吃掉8000亿。眼看着一顿饭都快吃完了，孟诗雨还是没能和你搭上亲密关系，他有些焦急。要知道你并不是他负责的客户，目前你也没有指定谁作为你的银行助理，所以他们10个人都在拼命竞争。如果今天错过，万一下一次是别人了怎么办？看着你低头吃饭的样子，孟诗雨心下一横，他就不信男人还有不好色的。你正在琢磨下午先去哪套房看的时候，忽然察觉到桌下有些不对劲，你意味深长地看了孟诗雨一眼，这妞挺会的。孟诗雨被你看着也有些难为情。顾哥，孟小姐，你这是？不用说，你也清楚这位美女的意思，你自然是来者不拒的。我想跟你在一起。我不谈恋爱。我可以给你当情人，我还是第一次。说实话，你是有些不幸的。以前总是听说银行、护士、幼师3部曲里面到底有多乱，你不清楚。孟诗雨这样的身材颜值，你可不相信没有潜规则。顾哥，我是真的第一次，你可以带我去医院验的。听了这话，你才相信了他。敢去医院验，那自然不敢说谎。我比较好奇，你为何至今未曾对人动心？追求者应该不少吧？之前确实谈过恋爱，但是我始终没有交出去我自己，我不想太草率。至于追求者，说实话也不少，但是他们的心思我也清楚，只是贪恋我长得好看身材好，并不是真心爱我。我不怕婚前性行为，我只是怕遇人不淑。其实我这个人很现实，我想要的就是钱，就是好生活，可以想买什么就买什么，可以不用工作到处旅游去玩，可惜我自己没这个财力。原来是这样，我大概明白了。我不掩饰我自己的拜金，但是我也不去祸害普通人。比如我的一些追求者，你们条件达不到我的要求，我也不会去吊着你们。我有明确告诉你们不可能，也不会去接受你们的钱。有点厉害啊！孟诗雨如果接受并吊着他们，那就是养鱼，最后很容易爆雷出事。而孟诗雨从一开始就拒绝了他，就算以后找了有钱人，也不会有身后的各种麻烦。干干净净，果然厉害。顾哥，你看我行吗？孟诗雨无疑是个聪明的女人，她知道自己要做什么，也知道不能做什么，这样才能讨得欢心。我先送你一辆保时捷，然后有一套房子，你可以暂时住着，剩下的就看你的本事了。顾哥，你放心，我一定会很听话的，一定会乖乖的。那先试用吧，不过如果试用结束你没有过关，我也会给你一笔分手费。这费用当然就是封口费了，免得以后出去说你玩弄了他。好的，顾哥，我一定会听话的。我准备下午去看房子，你有空的话就陪我去吧。好的呢，顾哥，我也想看看你的新房子呢。一顿饭下来2万多没了，还只是简单吃了一下。孟诗雨看着账单，暗暗啧舌。我1个月的工资才1万多，都不够来这里吃一顿的。房子太多，你随意的挑选了一套凯旋门。对于有个女朋友这种事，以前只有梦中才有，现在居然发生在自己身上。你不由感叹人生无常。孟诗雨也清楚的知道自己的身份，不过这都是无所谓的事情。在银行上班的我，见过太多有钱人，他们一个个看似光鲜，实际上没有一个安分守己，最少的身边也养着3个情人。所以说，环境造就人。孟诗雨站在窗户前，呆呆地看着外面的风景，不知道在想什么。你在想什么？看看外面，这个城市这么繁华，我们普通人打拼一辈子都无法融入这里。山城确实很繁华，他就像个婊子，没钱他会看不起你，有钱的话他会让你享受人上人的生活。孟诗雨幽怨地看了你一眼，原本的意境都没了。他缓缓走过来，坐在你身边，靠在这个男人的胸怀。你轻轻抚摸着他的秀发，揽着那柔软娇嫩的腰肢，嗅着迷人的香气，不觉蠢蠢欲动。你觉得这套房子怎么样？很好，就像梦里一样，我自己努力一辈子也得不到。以后你就住在这里吧，如果你能够跟我3年，这套房子我就送给你。孟诗雨心里砰砰直跳，跟着眼前这个男人，只要一句话，自己就能过上人上人的生活，从此再也不必在深城这个地方拼命挣扎，再也不用考虑自己要拼命几10年才能买下一套普通的房子。
下午两个人休息了一会儿，起床吧，我们出去吃饭。你想吃什么？要不要吃补一些的东西？我怕你太累了。二人这才起身，换了一身衣服，慢悠悠的来到车库，开车出发。在饭店里，孟诗雨终于忍不住问了一个问题：顾哥，你除了我还有几个人？没了，就你一个。孟诗雨愕然道：他还以为你在外面还有好几个，自己看看怎么才能争得过，没想到你居然没有别的女人，这一点确实让他感到意外。目前就一个。我明白，不过他也会有些难受，倒不是说吃醋，毕竟两人认识的时间其实挺短。如何讨男朋友的欢心，养胃又好吃的100道菜，这些都是他以前买的，但是比较忙，所以几乎没怎么看过。现在看来很有必要拿出来仔细研究了，这些都要好好看，好好学。男人就没有不好色的，除非你断气了。而且男人都喜欢绿茶，不对，不应该叫绿茶，哪有什么绿茶，那可都是心疼哥哥的好妹妹啊。绿茶怎么了？绿茶对你嘘寒问暖，知冷知热，绿茶还能贴心的全方位哄你照顾你，不管是去哪里或者是做什么，绿茶都要征求你的意见，让你有一种充分被尊重和以你为主的感觉。多好的妹妹啊，你就喜欢这样的绿茶，或者说哪个男人能不爱呢？看看哈市的文旅吧，本地姑娘都是大妹子小土豆，那可都是宝啊，直接把当地大哥们吊成翘嘴。哥哥，如果你以后有了别人，能不能不要抛弃我？我只想跟着你。温柔娇媚的声音，再加上眼波流转，还有楚楚可怜的样子，哪个男人抵抗得了？你有些诧异，完全不知道孟诗雨内心戏这么丰富。但是孟诗雨毕竟第一次都给了你，只要不犯大错误，你都可以容忍。放心吧，只要你乖乖的，不犯错误，我也不会不要你。谢谢哥哥，哥哥最好了。等到晚上再回到酒店，又是一番激情。总结了之前的经验，二战的对抗就比较精彩了。孟诗雨的球技也提高了一些，能勉强守住防守阵线。等第二天早上醒来，孟诗雨已经去上班了。你手机里还有他发的信息。有钱以后的生活你还有些不习惯，不用上班，不用早起，爱睡到几点就几点，想干什么就干什么。你到现在还觉得有些不真实，仿佛梦一场。顺便今天可以去看看大楼，花了300亿买了2栋大楼，总不能看都不去看一眼吧？2栋大楼就在黄浦江边，气派非凡。你来到大楼下，看着2栋摩天大楼，心中豪气万千。你在大楼里闲逛，看看这里的布局设计，你也差不多做了打算。1到4层可以做商场主体，包含各种高端品牌和大型超市；5到7层包含餐饮美食、健身休闲和娱乐场所；8层以上留作集团办公场所、员工宿舍、商务接待。自己的办公室设在顶层，可以一览江边美景。现在大楼的整体构思有了，你还需要有实力的装修公司来设计和改造。想到这里，你给秦远山打了个电话。秦行长，我想问一下，有没有比较有实力的设计和装修公司？我想给我这2栋楼装修一下。话说，你那天自己就投资了一个啊，你自己都忘了啊？我自己……你签的合同太多了，几乎过后就忘了。不过秦远山这么一提醒，你也想起来了，合作的股东好像叫郑浩然来着。想到这里，你翻出来电话，然后拨通了过去。我记得我好像是投资了咱们公司。当然了，你现在可是咱们公司的第1大股东，占股35%。那我这边正好有个活，你知道我从陆总那里买了2栋楼，我想给那2栋楼重新装修一下。顾董，没问题，你放心，咱们自己公司那肯定没问题的。价格你看一下该怎么算，然后给我安排一批人，准备先测量一下数据，还有我要给你们讲一下我的思路想法。顾董您放心，价格肯定就是咱们自己人的价格，人手你也放心，我给您安排公司最好的人手去。那辛苦你了。转了这么久，你也累了。你给林泽言打了个电话，约好友一起吃个饭。有屁就放，老子还在上班呢。一会儿晚上下班约个烧烤，我请。一夫在上，等孩儿下班立刻赶到。老地方，我等你。现在已经下午5点多了，按照时间，烧烤也快开始了。等你开车到地方的时候，已经接近7点了。过了差不多10分钟，林泽言骑着电动小轮车，这才悠悠地走过来。刚一坐下，林泽言就扔过来一根烟。果然不一样啊，这发财了就开始安排上了。发财算不上，就是有点小钱吧。虽然是还清了债，但是以后要花钱的地方还多呢。如果有钱，就买个房子车子，弄个首付慢慢还。如果你钱不够，那就先攒着，也别乱花了。现在赚钱不好赚啊。放心吧，我这波出币出了不少，房子车子都买了，还有存款呢。我操，你他妈当年干了啥？咋就存了这么多币？你猜，真好啊！你这一下子翻身了，有房有车还有钱，以后找个对象结婚，日子慢慢就好起来了。结婚？结个屁！咋了？不结婚？很难了，我很大概率这辈子都不会结婚了。出什么事儿了？说来听听，是不是被什么渣女给霍霍了？这倒是没有，只是觉得现在结婚很难啊。你看看大环境就知道了。那你总不能一辈子孤家寡人的一个人吧？怕什么？我有钱了，随便找几个情人都可以，找个长期的就好了。反正不结婚，不用操心那些费劲费心的事情，多简单，对不对？当婚姻的成本远远高于嫖资，而结婚对象的道德水平概率会低于小姐，谁还愿意结婚？义愤英明，
老实交代，你是不是已经开始了？确实有一个。牛逼！二人关系很好，好到什么地步？两人之间几乎没有秘密，什么都可以说。当然，除了系统。话说，你现在都有钱了，以后准备干什么？还继续在你那公司上班？辞职了。那以后呢？你这辈子都不打算赚钱了吗？赚不赚钱无所谓了，我现在的钱够我潇洒一辈子了。羡慕，我还要上班赚钱呢。那我赞助你一下怎么样？我还是自己努力吧，慢慢来，不着急。反正我现在也不谈恋爱，哪天我真扛不住了，还要你帮我一把。放心吧，你只要张口，我一定帮你。你给我的22万，现在还剩下3、4万，我给你转过去，拿着用吧，给你爸妈买点东西。那我就不客气了。咱俩这关系，客气什么？行了，差不多了，撤吧。结账，走人。站在路边，林泽言看着你的豪车，牛逼，果然是发财了，法拉利都开上了。要不我送你一辆？算了吧。很快出租车来了，林泽言也就离开了。你也等来了联系的代价。您好，咱们目的地去哪里？擦擦欧酒吧，这么多年没去过酒吧，今天就去体验一下纸醉金迷的快感吧。XXO 作为深城的高端酒吧，门口自然是不会缺少豪车的，但是价值600多万的法拉利确实也是一流的座驾了。车子还没停下就吸引了无数的目光，车门刚打开，您好，欢迎光临，我来给您安排一下。就你了，谢谢哥，您跟我来，我带您进去。跟着年轻营销朝里面走去，营销一边走一边介绍。您看您想坐哪里？咱们这里分 A 区、B 区，直接选最好的区，找个好位置。好的，您跟我来。很快你就来到了一个卡座，这里位置非常宽敞，完全可以坐下10几个人。抬头正中间就可以看到台上的人，位置不错。哥，想喝点什么？简单翻了2下，就这个大神龙吧，8888一套的，先上5套，然后还有这个轩尼诗、马爹利、明月这些都上一瓶，我看看。这些都是价格表上比较贵的，动辄几千几万。随后你又点了一些普通酒水，加起来也有1万多。旁边的营销都傻了眼。您确定这个大神龙上5套？刷卡。一下子刷了50万出去。50万，虽然深城是神龙帝国的经济大城，但是一次酒吧消费50万，无论如何都是超级客户。像你这种一晚上酒吧扔50万的，不能说没有，只能说太少。8000多个亿，假如屏幕前的你也有这钱，你玩的比我还花。哥，一个人吗？一个人。要不要给哥安排一下妹妹？可以，但是我只要高质量，一般的就算了。您放心，我绝对不会让那些普通人混进来。他立刻拿出来手机，在一个群里发了一条消息 ：XO 酒吧顶级大哥50万消费，只要高精尖马上要，有没有？同时艾特了所有人。他想了想，又加了一句：发自己照片 P 过头的别来找骂。只是不到1分钟，他手机就疯狂震动，全是各种美女发的照片。营销立刻把手机拿给你，哥，您看一眼，看上的随便叫。你好奇的接过手机看了起来。这是一个夜场高端群，500人满了，但是你并不关心这个，你关心的是目前发的这些照片。不得不说，深城的美女确实多，哪怕是不瞎 P 的图，也有不少的美女。18岁的纯情女大学生，25岁的冷艳御姐，30岁的风情少妇，什么样的都有。你随意点了4个，看风格有清纯的，有纯欲的，有风骚的，看年龄估摸着都是20到25的样子。营销迅速给4人发了消息，很快你的酒就上来了。我操！这大哥一个人点这么多，这得多少钱啊？几10万了吧？姐妹，他一个人，咱们有没有机会？许多人都在议论纷纷，离得远的都站起来看着这边，不少女生都围了过来，想要坐在你身边，但是大部分的颜值都不怎么样，只能说算是一般美女，你当然没兴趣。在这种纸醉金迷的环境下，人最容易迷失自我。没过多久，一个漂亮女生就走了过来。哥您好，我是楚楚。坐吧。这就是群里其中的一个女生，你抬头看了一眼，漂亮，标准的瓜子脸，齐刘海配上长发披肩，看起来清纯无比。但是你也知道，能混夜场的女生哪有什么真清纯，无非是看顾客喜欢什么风格罢了。你真想要看她们能在1分钟以内变换出各种风格，清纯的、风骚的、冰山的、冷艳的、纯欲的、乖巧的，女人都是最善变的。楚楚穿着一件白色的短袖，下半身是黑色短裙，露出一截光滑的美腿，穿着一双小白鞋。好家伙，不愧是走清纯路线的，这确实清纯的很啊。第二个是一个戴着金丝边眼镜的美女，约莫20来岁，那种冷艳的气质很容易让人着迷。第三个是一个纯欲风美女，穿着蓝色的吊带裙。最后一个是一个颇为风骚的美女，穿着蕾丝半透明的黑色裙子，短的差点就能看到大腿根了，还有一双透明光滑的黑丝。哥，我叫 Yuri。哥哥好，我是妮妮。老板晚上好，叫我 Rose 就好。你带着几分醉意，大手一挥，都坐，随便喝，今天我买单。老板，一个人喝酒多没意思，我陪你喝呀。酒杯碰撞声不绝于耳，你看着他们卖力讨好的样子，对旁边的营销说道：再拿个平板来，让他们自己点，喜欢什么点什么，别怕贵。好的，先生。4女眼中闪过一丝惊喜，谢谢哥，毫不客气地点起了最贵的香槟。哥，这样是不是太破费了？钱就是王八蛋，花了还能赚，开心最重要。去，给台上的 DJ 和 dancer 一人打赏1万块。
另外，今晚在场所有人的消费我来买单。今晚全场消费由顾哥买单，尖叫声在哪里？鹿哥牛逼！四位美女看你的眼神更加火热，仿佛要将你融化。今晚谁的表现最合我意，我就送他一辆玛莎拉蒂。话音刚落，四个女人呼吸都急促了，彼此对视一眼，暗流涌动。凌晨2点，你带着一身酒气站了起来。走吧，换个地方。酒吧门口，代驾早已将你的法拉利开到最显眼的位置。你将车钥匙抛给肉。会开车吗？开去烫成一片。会的，老板。你指了指旁边另一辆不知何时停在那的兰博基尼 Aventador。你们3个坐那辆。夜色下，2辆顶级超跑的引擎发出野兽般的咆哮，朝着黄浦江边驶去。一个属于你的纸醉金迷的时代才刚刚开始。